岭南的羊肉为何与众不同？有那好下给你。老广的冬瓜怎样画龙点睛？等5分鐘就可以落鑊皮肉去煲啖靚湯。螺絲配鴨腳，緣何獨步天下？柳州螺蛳粉更多的是螺絲的香。一爐火，一口鍋，看老廣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轉火鍋。老廣的味道之千鍋百味。在味觉的版图上，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，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。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，老廣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从最简单的清水、椰子水、牛奶、五米粥，到繁复的高汤、卤汁做底，可谓千锅百味，各逞胜场。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。这里除了螺蛳粉，还有猪肉脯、五彩粉饺、糯米饭、水油堆、孜然小鱼干，美食纵横，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。不过，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，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。晚上9点，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。Hello，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丝鸭脚包。如果你们没有吃过这个4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。好的，记得点关注啊，朋友们。老公，等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，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，听到吗？好。记得。旺哥既是老板，更是后厨核心。至于这位忙碌中略显悠闲的大叔，则与这檔口的名號密切相關。就加啲紅油，跟住好鹹啲，多放2顆了嘛，跟住吃得舒服啲，不要咁小氣。到了，我沿着早点，你回客。你的螺丝鸭脚包上餐了。好，谢谢。螺丝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，但吃一口一头汗，吃到酣畅淋漓，已经不再以此时正逢盛夏，也不会留意原来已经一口气吃到了凌晨。螺丝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蛳粉，在过去，大家吃螺蛳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。久而久之，螺丝鸭脚包应运而生。以前在80几年的时候，在那个大码头，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丝开始的，赶集，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，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蛳粉。然后再到现在，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，然后我们又用螺丝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、鹌鹑蛋啊、芋头这些食材，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螺丝鸭脚包。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。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丝的香。柳州山多水丰，盛产螺丝。螺丝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。俗话说：“3月螺丝满肚宰，7月螺丝任你采。”去柳江边摸螺，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。谁抓得多？螺丝跑了！好，开摸。摸到，放进来，真棒！我要摸的1颗啊？哎呀，摸起来。哎呦，你抓了这么多啊！一抓的。哎呦，好的。这边都给你剪完了。这是什么螺？你知道吗？这是石螺。哦，对了。我们做螺丝鸭脚包，螺蛳粉就是用的这个螺。汤底提鲜的秘诀，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。像这个螺丝已经脱壳的情况下，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，我们就可以准备炒了。蒜米、干辣椒、酸笋、生姜爆香。
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，这才身光颈亮登场。加点酱油和蚝油，鲜上加鲜。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儿重，而是讲究鲜。汤要鲜，固然少不了猪骨、鸡肉，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。加入我们的螺丝熬汤。即将起锅之际，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，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逼迫出来。螺丝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，鲜香美味的螺丝鸭脚包的汤就好了。它的螺丝鸭脚包非常的入味，闻起来臭，也要吃起来好香。臭与不臭，重担全压在酸笋上。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，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。每年6到10月是采摘期，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，今天要采400斤。一般而言，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，到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，到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。腌制步骤相当简单，去壳、修笋头，洗净后整颗腌，无需切丝。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，然后加入母水，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，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。老罗有来看你了吗？过来了。我在你那边山上呢。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。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，尝着第一口鲜。可以吧？这批酸笋好纯香，好黄爽的。这个腌呢最少4个月，我跟你讲，好合成地的。吴红采购食材，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，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。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，各家有各家的味道。彪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，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。倒入炸好的鸭脚，清水没过，加入秘制卤料，小火慢调2小时。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，再放点老抽来调色。事先爆制好的那个红油，我们来蒸香。2小时后，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。一只完美的鸭脚，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保吸卤汁，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。在厨房忙碌了5个小时，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。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，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。所有配料准备就绪，旺哥把食材拉到摊位上和吴红会合。在家是夫妻，在店为战友，2人一起开摊，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吃货大军。要等一下不？一份不辣，一份微辣。还没好，稍等一下再煮了。你要微辣中辣不啊？旺哥是江西人，和吴红在广州相识，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，对2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。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，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丝鸭脚包。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，我们1天营业额最低80元。生意随着2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。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，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，唯有坚持2字。
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，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。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，一个人来这边旅游，路过这里吃了我们一碗螺丝鸭脚包之后来，他就觉得特别好吃，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。和无数餐饮人一样，夫妻俩全年无休，起早摸黑，挨更抵夜。每当夜幕低垂，摊位撑起，招牌点亮，方寸之地就是他们必须奔赴的战场。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，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，汤底麻、辣、酸、鲜4味交织，主料螺丝、鸭脚2者交融，3、5知己聚在一起，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，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。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，广府人讲究药食同源，以药入汤。不同时节有不同的炖汤选择。3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，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須登場。現嘅冬瓜盅咧就係夏季嘅時候咧，就最多人飲噶啦。用冬瓜當湯包，性寒的水鸭做主料，加上同樣有下火功效的薏米、芡實、淡菜等配料，倒入老火骨頭湯燉上1個半小時，水鸭冬瓜盅就完成了。一碗下肚，解暑祛湿，老少咸宜。6月正值3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。3水的黑皮冬瓜皮厚肉白，外皮墨绿似翡翠，单瓜轻易就能长到10公斤以上，而且瓜形匀称，尤其適合來做火鍋容器。超叔，恒哥嚟攞瓜，我又嚟睇瓜啦。哦，哇，今年啲瓜好靚喎。早在採收前，這畝黑皮冬瓜就被劉廣恆預定。完了啦！哇，啱晒啱晒。今天他來這兒驗收。長1米啦，重嚟30斤啦，直徑咧係20 cm 到嘅瓜，就可以冇損耗咁樣可以做到2個鐘啦。好，就按呢個標準收啦，師傅。好。劉廣恆對冬瓜要求高，他會預先承包一片田地的冬瓜，讓瓜農按照自己的標準去種植。這種合作模式已經維持多年。劉廣恆是佛山本地人，作為餐飲小白，08年試水藥材湯底火鍋店就是想去廚師化，但因為食材沒特色，為了省成本，位置又偏，新開業就面臨持續虧本，尤其夏天，偌大的場地甚至只有2、3桌客人，劉廣恆整個暑期都在發愁。最後乾脆放手一搏，在順德開了首家以冬瓜盅為鍋底的火鍋店，這一開就是17年。選用30斤重、瓜身筆直的黑皮冬瓜一開為2，底部削平，邊緣改刀。就係第一裝飾啦，第二嘅話就係加熱嘅時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。鐵鍋預熱後，把冬瓜放入鍋中，此時冬瓜緊緊吸附鍋底，冬瓜盅內外呈閉環狀態，形成鍋中盅。而家我哋用嘅係八寶湯底啦，落完啲料之後，大概煲5分鐘就可以上台落雞㗎啦。冬瓜本身肉味清淡，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兒，要麼使用鮮味逼人的海鮮，要麼就搭配香氣適中的禽類。土雞、水鴨、竹絲雞都是般配之選。因為我哋要藉住唔同嘅季節去推出唔同嗰個湯品出嚟，
基本4樣湯品都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湯料嘅。冬瓜盅就是一个舞台，可以让各種各樣的時令食材在這裡大放異彩。鱷魚就是其中一個。係啊，好大條啊！魚姐，啲鱷魚好生猛喎。試下餵魚啊！係啊，嚟試下。你真係有眼光啊，老細！我哋咧就係用葉酸嚟餵啲鱷魚，令到啲鱷魚嘅肉質會提升。葉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，咁我3斤食到呢個葉酸咧。老廣信奉鱷魚肉可以滋陰化痰止咳，所以對新鮮鱷魚肉很是追捧。佢個分佈啊均勻，肉質細膩，同埋咧嗰啲腥味、騷味全部去晒。咁我哋人食落去就更加之健康啦。等陣我哋試一試就知道啦。外邊嗰啲完全唔同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於是人工養殖的暹羅鱷、尼羅鱷、灣鱷，通通走上了餐桌。嗱，今日整煲靚嘢你試下嚇，4年以上嘅鱷魚嚇，等下試一試個口感你知啊，好靚噶嚇。完全冇腥味，口感好爽，好爽脆，啖湯好甜啊！係啊，唉，唔好講咁多嘢，今日我即刻帶3條走，第日嘅話我有咩落單嘅時候即刻俾電話你。好。啊，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食到光晒啊！好。原材料的選擇都是就近原則，正是為了一口鮮。冬瓜盅嚟啦！先食咗魚生開胃，再飲呢個冬瓜湯暖翻個胃，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魚餅啊，同埋嗰個煎粽，咁樣咧就可以熱氣同埋嗰個涼咧就可以中和翻啦。食得咯！冷盤魚生與滾燙鮮湯的火星撞地球，香口小吃與清甜冬瓜的口感對比，冰與火，熱與涼。這是劉廣恒自創的冰火兩重天的吃法。冬瓜消暑啊嘛，我哋由細到大都係飲湯啦，同冬瓜夾埋一齊咪幾好咯。從一開始不被看好的冬瓜盅火鍋店，到現在總店屹立不倒，還多開了2家分店。劉廣恒並沒有鬆懈，經常到餐廳後廚把關。呢個牛雜咧，個牛膀啊、牛肺啊、牛腸啊，都每樣都有啲。劉廣恒相信，只要食材新鮮、製作用心，就一定能留住客人。夏季反而正是火鍋的旺季。你好，係咪想加啲嘢？你加啲嘢啊，好，我幫你加炒飯，加個炒飯係嘛？老公坐鎮後廚，樓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場。寫咗個螺係咪嗰啲田螺一份啊？係啊，炒螺嚟㗎，大早啦。每天2個飯市轉得像陀螺一樣。今晚你睇住廚房咯，我要過去其他店咯。好，收到。嚟，湯煲好啦，開飯啦！飲啊，飲多飲咯，飲。遞啲碗過嚟，喝湯先。忙完周末高峰期，夫妻倆終於有時間坐下來陪家人吃頓飯。今日跳舞跳成點啊？聽聽孩子們的童言稚語，檢查一下他們的功課。一雙兒女就是夫妻倆拼搏的動力。距離佛山300公里外的廣西恭城，貝榮寶如往常一樣走進自家果園。78歲的老漢有自己的生活哲學。不做事的人，不出汗的人，身體不但好的，還是做一點這個勞動好一點的，不用那個年輕人的掛身啊，收入的是其次的，有這個零錢花一點，不用問後生他們要錢啊。老貝正在捶打製作的是恭城人離不開的一道四季飲品油茶。這個油茶呢，解困提神，累了我就回來打一點油茶吃，我一天的吃了3次4次，很好的。
宫城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，当地窑包制油茶去除湿气，千年传承不改，味道愈发醇厚。油茶早已成为姚家的招牌。由大山走入城市，茶搭子也越来越多。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，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猪三鲜。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、猪粉肠、猪肝相遇，再次沸腾后捞出，猪三鲜爽脆嫩滑，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劈得干干净净。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，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，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。千百年来，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。他们顺应湿度大、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，种茶、采茶，用自己的方式制茶。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，加入少许油润锅，茶叶、花生、蒜、葱白、姜陆续下锅，用7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。广西各地都有油茶，但只有宫城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，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儿。当锅里的食材捶成蓉，略略粘锅，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，马上冲入热水。茶叶的清气、姜的辛辣、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，满室皆香。加入盐，继续搅拌熬煮。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，用茶叶壳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。好的油茶可以熬出5、6锅左右，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。打好的油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、麻蛋果等配料，夹杂着葱花、香菜的香味儿，带着姜的热辣口感，鲜苦涩再回甘。1碗解渴，2碗暖身，3碗爽身。土生土长的宫城人总会有几个瑶山里的亲友，贝荣堡当然也不例外。那个看图的这茶叶几好的哦，是啊，可以哇。是啊，你茶叶要得下我哇。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，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。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、谷雨茶一样，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。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，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。大皮哇，要人参要好看。但是人家种的药，好多营养嘞。在我们的话是杨梅茶叶是最出名的了。是啊是啊。新鲜的茶叶不等人，得赶紧处理。老辈夫妻打起了配合。你跟我了。炒茶得用文火慢炒，撒入适量的水，可以帮助控制锅温。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，这个油茶叶呢，来更香味好一点，浓一点。经过翻炒，茶叶逐渐凋萎，可以出锅。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。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，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，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，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。做火热了吧？热了。几好哇！这些茶叶爽身。这批茶叶将在炉膛的余热中慢慢烘干，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。11月底，宫城的地标美食柿子熟了，10里8乡都忙着采摘，采柿的、买柿的，士林里好不热闹。老贝也等来了他的好帮手。
是锅子卖鸡肉啊，其中有快1钱、快2钱，锅的价钱嘛和饼的价钱可以。3个儿子，老大是杀猪的，老三上班的，这老二在外面做工的，他回来这2天，果子多了就回来帮摘一下，不要还种这么多了。二儿子贝贝小今年还是第1次返乡，难得回家，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。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，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，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，都必会掌勺。我想吃火锅油茶。这有山水油茶的。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，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，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，才是家的味道。油茶的要水滚要过头辣，大青油茶香的，晓得吧？你明年这茶叶的时候带我也去了。记得我，给妹把油茶给供起来哇。等你老了我就打给你去。难得聚餐，自然要打油茶火锅。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过来的，1大个猪肝，最小的那一个是子肝，子肝要嫩一点点，好吃一点的，这样还2倍油的要双倍肠嘛，特脆。这个里脊肉也比较嫩，随便怎么煮都好吃的。猪三鲜足够鲜嫩，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、盐、食用油捞匀，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。准备好了，可以了。一大家子人吃饭，可不得多做几个菜。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，紧赶慢赶，也忙到了天色入黑。来，背来，烤哟！亲人们共聚一桌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。从懵懂孩童时开始，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，陪伴在每一个工程人身边。喝够油茶之后，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，这时才轮到猪三鲜登场。这点留给了我，3岁的他们，来，醇厚，味儿浓，带点涩，有回甘。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，绵绵密密，无法解开，就像关于家的隐喻。彼此照顾，知足常乐，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。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，这一收就是长达3个月的休市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，14年前2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，与其空耗灯油火辣，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。哎，要我乖了。天气凉下来了，终于盼到开工。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。我一般都係4點5點鐘啦，50分鐘左右啦，過嚟呢邊。呢邊咧佢生水多嘛，所以佢嗰個魚嘅質量係比較好啲嘅。得啦，都打啦。有幾大條到啊？佢有斤嘅。啱啦，我哋都啱用大條咧，就係冇用。夠啦，哇！工人们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。2个多小时，近1000斤鱼已经收网，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。153拎皮啊，153拎皮，揀受乾皮嘅嚇。好。喂，氣堂晏咗少少啊，好苦啊今日。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，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，已经在这10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。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，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，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。
魚翻到嚟，快啲快啲，硬咗啦！開工！300幾斤今日攞咗，得2個鐘啦，2個零鐘啦。从增城一回到店里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。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，将鲮鱼汤开分类。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，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3寸筋，也就是身长3寸左右的鲮鱼。你好，你哋有位未啊？喺度一齊㗎嘛？啊，嚟唔嚟坐坐？好，魚蛋同魚包都要半斤。好，上菜。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，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。广东人认为，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。看到一锅清水涮肉，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。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。魚如果唔夠新鮮，你清水鍋一食就食出嚟嗰個鮮味嘅，一入口就知道。魚蛋，魚蛋啊？冇錯。半斤魚蛋好食喎。要半斤啦，冇錯嘅。好。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。合作牛肉丸靠打不同，鱼蛋讲究的是踏，即反复用力摔打。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，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彈牙。一般咧係我哋重起嗰時咧就唔超過20下。經過師傅手踏，到魚肉自然起膠成糊掌狀，把魚青放入掌心，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擠，一枚豬腰形的魚蛋就誕生了。做得好的魚蛋入水不沉。因為裡面含有適量空氣，這也是它吃起來爽滑的原因。粉紅色比較靚啲，即係蝦肉紅嘛，我哋叫。無論煮多久，都是雪白軟滑，入口爆汁，鮮嫩中略帶 Q 彈，那是唇齒之間極限的體驗。除了魚蛋，另一款傳統美味是魚包。魚包其實是鲮魚火鍋的前身，它和雲吞長得有點像，但是外皮必須用鲮魚肉製成。起膠後擀成 A4 紙那麼薄，以刀尖畫成三角形。魚包的餡料也是鲮魚肉，刮肉做餡兒，再加上冬菇、臘腸、臘肉、葱等配料，各家比例不同，風味不同。魚包係有條尾嘅，即係打嗰個皮咧，佢係三角形啊嘛，剩翻嗰條尾梗係拉出嚟嘅。阿天喺廚房啊，得閒就叫佢出嚟飲一杯啦。我啱啱見到佢啊嘛，好。呢個係炸魚肚啊！呢個好鬆快一個，呢個好多人食嘅，炸唔切。食材選手們講究出場次序不能亂，涮幾分幾秒也早已計算清楚。肉丸開場，下水隨後，然後是魚肉和蔬菜。魚肉做的麵條，也就是魚麵充當主食兜底，軟滑帶爽，又是一種不同的口感。技術是從舅舅手上學會的，不過製作南港魚蛋的整套手藝，還得從祖輩3代說起。我爺好似做噶啦，我外公咧又係做得好出名嘅，南江都係一自傳過嚟啦。今天過節，
天哥准备回趟老家。呢班點賣㗎？有啲係炒龍蝦豆啫。阿叔買咗啲餸翻嚟，過應節加餐我哋。哦，好啊。叫爸爸。哎，乖啦乖。哇！大佬啲番薯苗咁靚嘅，仲得？嘿，你話靚靚啦，唔理得你嘅。三兄弟之中，大哥退休後過起了田園生活。啲番薯苗係炸嘅，靚啲嘅。翻嚟食飯啦，你兩個。翻嚟食飯啦。喂，上菜食飯。埋位埋位。阿媽準唔準你飯食咩？阿珍姐，我諗。啱口味啊！哇，呢啲魚蛋汁啊！阿叔公做㗎。叔公大老爺。一隻都咁大個人。轉眼到了12月，正是鯪魚最肥美的時節。火鍋店每天處理魚的數量要比平時多幾倍。生上魚皮好。我哋兩拍檔拍檔咗10幾年，都半個家都未拗過嘅。即係分工咧，就佢負責去市場攞菜，我就負責攞魚啊嘛。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，翻到嚟咧都一齊做嘢㗎。好嘅。醇厚的人情，舊時的滋味，就這樣在兩位好兄弟的手中繼續傳承。咁咧開咗咁多年咧，都係啲老搭檔、老街坊熱熱鬧鬧啦，好滿足㗎啦，係咁樣。咁啊，繼續做落去啦，做到做唔到為止啦。黃浦江邊摘去鮮花，長出大廈。唯有這一鍋傳統的魚蛋，在膠圈豉油的加持下，按時和老廣們一期一會。62歲的黃海榮養了300多頭海南黑山羊，是揭陽匯豐縣小有名氣的羊倌，人稱海南。少點鹽巴。鹽含氯和鈉，能維持酸鹼平衡，是山羊生長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。黃海榮按需投餵。這個它的體力嘛，它這個羊肯定要吃鹽的，不吃鹽不行的。補充完鹽分的黑山羊會有更多的時間來跑山，這樣才能保證運動量，讓肉質結實。羊兒們下午1點準時放風，一進山就四散開來。夫妻倆必須分開行動，精神高度集中，隨時保持警惕。你看，都被狗熬掰呢。好，我問他那邊有沒有羊，他說沒有，羊傳不到這邊來了。肯定要一個人在前面，一個人在後面，不要給他吃人家的農作物。除了擔心羊兒搞破壞，還得提防羊群在山裡的天敵。要看那個羊，不要給那個蛇啊、什麼野獸吃啊。羊都給它吃了多少頭了，很大的那個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放大給你看，這個是羊的肚皮，蛇，看見嗎？很快的，幾分鐘不發現那個羊都沒了。東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，高處的樹葉更是美味的加餐。它們的個頭和廣東本土黑山羊差不多，體重在20到30公斤。立耳、倒八字腳是海南東山羊的標準外貌。被叫海南這個花名，不僅僅是因為黃海榮養的是海南黑山羊，還因為他是廣東在海南插隊知青的後代。30年前就在海南，30年後是在未來。本來這裡都沒有人養這個羊的，100%是吃那個樹葉的，出生到賣起碼要2年多，肉才30多斤左右，不過它的肉的味道就好。海南東山羊肉嫩汁香，
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儿，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。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，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。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，为了调味儿，能用上近20种材料。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，增添汁香，放入蔬菜慢熬，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，不停搅拌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，再下入腰果、蒜酥打成的粉料，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，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，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。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，羊场里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。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，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，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，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。以前要来的时候，人家说不用上去啦，反正上去不了1、2个月又要回来的。我说不可能，没想到来的时候真的，哎呀，很差，不跟我们海南农场那样，很不习惯的。想过上好日子，只能靠自己。周慧球去过工厂，跑过工地，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。直到10年前，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，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。他就很勤劳，嘴巴就太厉害，行政行政都你知道吗？这条拖过要不要？啊。揭阳也过来抓，那我们的羊种好嘛，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，那海陆丰也有过来，他说你们的羊好养。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，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。小蛋啊，小蛋如果要不要就买小蛋啊？哎呀，你规定给个小蛋，养先。而且好搞哦。再找出港。这还帮了，这还水。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，3个月断奶吃草后，就可以离开母羊，独立生活了。細陣嚟定定要回家買一個啲幫手家伊俾老主家咩做工的嗬。好，這樣好，我哋曬沙發。辛苦30年，靠着养羊，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。新居虽好，但阿姐知道，羊场才是妹妹常待的大本营。看着操劳的小妹，姐姐忍不住唠叨：“我留守能多好那就不种多更好了呐。但话你只不面什么聊聊对吧？这好好的嘅，对不对？开玩笑嘅咯，离家30年，各有各的生活，姐妹俩聚少离多，难得的埋怨和叮嘱都饱含着情谊。安居是件大事，亲友们欢聚暖房。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。我是老大，她是老二，变化很大，很开心，很高兴。这样子看到她的时候，这么有一种欣慰这样子的咯。各位亲兵啊，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好，俺们这好。房子建功劳是这个的。我也辛苦。很好。临近冬至，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。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，赶着给老主顾送羊。东山羊皮色灰白，表皮虽薄，但十分坚韧，胶质十足。
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，破坏汗腺，去除膻味儿。同时，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，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。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，下午5点半就开始客似云来。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，羊肉是冬令补虚佳品，滋补防寒。岭南的冬日短暂，养生时不待我。高压锅内放入沙参、玉竹、甘蔗、玉米等打底，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，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，加入清水，淋上黄酒去腥，上火焖煮25分钟。等到羊肉软烂，就可以放进沙包，等待最后的料理。葱段、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，放入羊肉，再撒入芹菜粒儿、红枣，点缀上香菜，浇入汤汁，用炭火慢煮，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。自家羊肉，本地火锅，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。阿姐有呢好食，食雞呢。那啲那個有香火比我那個有好食。一小定，就是如果係經濟流蘇係能嚟講。姐姐的来访，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，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。但卖羊季的到来，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，日复一日的转动，无法停歇。手停口停，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，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。老广喜欢说同捞同包，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，一起打拼。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，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，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。围坐涮锅，积极务实，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